这部影片感动了无数人，有人说他看了绝对不会哭，可结果却从头哭到尾。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不是一个好儿子，更不是一个好父亲，但他的名字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他不是军人，但却在这个没电没淡水、到处蚊虫蛇蚁、面积仅有 0.01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守护了祖国和人民整整32年。这里环境恶劣，常年风暴肆虐，根本没有人愿意在这待上哪怕一天。然而他这一生却仅仅只下过2次岛，一次是为了孩子上学，而另一次就是2018年因病与世长辞。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他，但却纷纷赶来为他送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们都亲切地喊他岛主。1986年26岁的王继才第一次上岛，就赶上了台风。他抱着3只狗子夺命狂奔，等他跑回屋子，屋里的门窗已经全部被台风破坏。人们还给这次台风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名为白鹿。王继才拿着屋里唯一的被子，想要堵上破坏的窗子，结果一不小心连人带被子冲出了窗外。这时他突然发现灯塔上的闸火居然也熄灭了。闸火一旦熄灭，过往的船只就失去了信号，很容易触礁发生危险。于是他再也顾不得被风暴冲刷的屋子，急忙冲进肆虐的台风，跑上灯塔进行抢修。好不容易修好了发电机，闸火也终于再次亮了起来。可还没来得及高兴，一回头却发现神圣的国旗已经被吹得支离破碎。他不敢怠慢，急忙扛起破碎的国旗，跑进地洞，翻开箱子找出一面新的换上，随后做好全天记录。今日白鹿凶猛，闸火坏了，已修好了。他拿起被雨水冲刷过的馒头，吃得狼吞虎咽，还不忘给狗子分点。相比这里的艰苦，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岛上，无尽的孤独才是他最大的挑战，而3条狗子就是他唯一可以说话的伙伴。写完了，咱再斗地主。让我先把这个坏蛋王长杰斗完，写篇全都是骂他的。话刚说完，就接到了王部长的电话，他的态度立马又端正了起来。当初就是王部长以兄弟的名义请他来此帮忙，可说好的半个月，现在都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王部长却依旧没有找到愿意来这里的。在这个孤独到能把人逼疯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个能说话的人，季才赶紧拉着王部长跟狗子斗起了地主。虽然嘴上骂着王长杰，但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个老大哥的难处。小花，你先说。勾，你怎么上来出张勾啊？出3呢，1对3。该你出了啊！完了！大黄，你这对6没出去，当上地主了，赶紧的吧。就这样，王部长输了，就主动撕下纸条贴在自己脸上，直到打完，王继才也只字没再提换人的事。王部长知道是好兄弟心善，不想再为难他，不禁感动地流下了眼泪。王继才不仅要守护开山岛，还要守护过往的渔民。每当海上迎来恶劣天气，他都要拿着铝盆拼命敲打，以此来提醒过往的船只不要靠近，避免触礁。可由于风浪太大，还是有一艘渔船没有听到他的提醒，触礁掉入了海中。王继才急忙跳入水中，成功将他救了上来。为了防止有人再次触礁，他顾不得身上的寒冷，急忙再次跑上高台拼命呼喊：我要出人命了！我要把你勾进去！为了报答王继才的救命之恩，他许诺将自己赚到的第一笔钱全部交给王继才。可王继才根本不在意这些。你明天陪我在岛上待1天就行。有人说，即使给他100万，他也不愿在这个岛上守1年。可王继才却拿着每年仅有3700块的工资，一守就守了整整32年。看着王继才独自一人庄严的升旗仪式，小豆子的心中泛起了波澜。而这却仅仅只是王继才32年如一日里的冰山一角。这时电话声响起，小豆子立刻接起电话，也不管对面是多大的领导，直接就替王继才打抱不平请。你们也不能太欺负人了。困难多了。哎，多种点咱面上来，方便面要往身上抹的消炎止疼的药，还有你们塔上的闸火，暗，太暗了，这得敲坏多少个盆子？还没等小豆子说完，回屋的王继才急忙一把夺过电话，汇报说这里一切正常。他知道送一次物资不容易，不想让老大哥为难，于是没说2句就匆匆挂断了电话。小豆子知道这里的粮食有限，根本不够吃，于是船一修好就提出了离开。临走时，他大声地对王继才说道：大哥，我儿孙3代报答你。在这个孤独且又艰苦的开山岛上，王继才最喜欢的事就是瞭望过往的军舰。每当这时，他都无比激动，因为这是他唯一能见证祖国强大的时刻。祖国的强大让他无比自豪，他忍不住激动地高声大喊：厉害！这时他突然看到有人来到了岛上，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以为终于有人来替他了。他兴奋地跑到一同前来的父亲面前：爸，说话就回去了，你俩还跑一趟，什么东西这么重啊？土，你们带土上来干嘛？我带着，他们是来修你那炸火的。我的炸火？
听到父亲的话，王继才顿时一愣。不过当他看到妻子与女儿后，立刻高兴地跑了过去，急切地想要抱抱女儿。不曾想，女儿早已认不出他这个如同野人般的父亲，直接被吓得哇哇大哭。妻子为王继才理着乱糟糟的头发，女儿为他吃着母亲亲手给他包的饺子。这一刻，王继才终于又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可妻子接下来的话，却又让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你还是想想，爸为什么搬了2袋子土上来？马上节找不来人了。马上节到。其实王部长一直就守在门外，嘴上说着不敢打扰他们一家人团聚，其实是找不来人，不知如何向这个好兄弟交代。看着为难的老大哥，王继才的心情也十分复杂。他比谁都明白开山岛的重要性，一边是国，一边是家，他别无选择。他冲着离开的父亲挥舞国旗，用这种方式向父亲立下了坚守开山岛的誓言。也是从这一刻起，他再也不提下岛的事情。转眼到了冬天，岛上的生活变得愈加艰苦。王继才的妻子始终放心不下独守孤岛的丈夫，于是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决心陪丈夫一起守岛。不教书了，在岛上可遭罪了。他守岛，用守他的。看着赶来的妻子，王继才激动无比，他高兴地跑到妻子面前，一把抱住了她。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妈妈的饺子。这就是他们的爱情，没有任何的花言巧语，也没有任何的虚伪谦让，一切都是那么的朴实无华。你若不离，我便不弃。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除去给2家的老人，就全部给了孩子。蟹笼里打上来的海货，他们从来不舍得吃，全都让渔民帮他们卖掉，买一些日用品和粮食。买的最多的就是泡面，剩下来的钱，他们就攥在手里留给孩子。这些年王继才救过的人也不少，但只有小豆子会经常来看他们。他们没有任何的交流，只是远远的会心一笑。其实小豆子有一件事一直没有说，他的父亲就是在建这座岛的时候死在了这座岛上，而岛上大豆子连长的墓碑正是他的父亲。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王继才在他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在这个常年风暴不断的岛上，他们苦中作乐，但唯独不能触及的话题就是家人。可思念父母孩子的石花还是没忍住，问了一下继才打算什么时候下岛。这一问再次刺痛了继才的心窝，他又何尝不想念自己的父母孩子？父亲曾受过枪伤，这些年每到冬天，他都非常担心父亲的身体。可是在肩负的使命面前，他没得选择。转眼到了除夕夜，王部长没有在家过年，而是赶来给继才的父母拜年，并且为了继才的孩子将来能在镇上上学，他还想办法将继才一家的户口迁到了镇上。可对于他的一片好心，继才母亲并不领情，他只想让儿子尽快下岛。此时继才的妹妹说道：进城打工，后院大辉哥出去不到1年，就烧了个彩色电视回来。他以前就是我哥的影子，走哪跟哪。要是我哥出去了，用不了2年，新房都盖好了。王部长顿时尴尬地处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此时继才父亲出言，这才化解了他的尴尬。与此同时，继才2口子这边也包了饺子，祝福爸妈在全家身体健康。虽然表面上继才高高兴兴，可是花能看得出丈夫心中的委屈。身为一个儿子，却不能在父母身前尽孝，这对一向孝顺的继才来说，无疑比杀了他还要难受。转眼到了来年春天，王部长为他们送来了物资。原来是花又有了身孕，王部长来嘱咐他早点下岛，以免发生意外。可往往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这天夜里，继才突然梦见自己父亲吐血，梦中惊醒的他发了疯般跑了出去。妻子担心起身追他，结果一不小心动了胎气。接到消息的王部长顿时慌了，他发了疯般寻找医生。快给我亲生的大夫！部长哥，快给我亲生的大夫！可此时正值台风梅花来袭，医生根本无法上岛接生，没办法，只能打电话指导王继才接生。王继才刚要接电话，妻子却阻止了他。母亲，竟然知道我们女儿怎么死。瞎说！兄弟，接电话呀！好在最后在狗子的拉扯下，王继才终于接了电话。我是县医院妇产科的赵医生，你告诉我羊水坏了吗？我这生孩子的什么羊水？破了！然而虽有了医生的指导，可由于岛上条件实在太差，结果是花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还是没能把孩子生出来。眼看着妻子失去了意识，继才悲痛欲绝，他撕心裂肺的仰天大吼：救救我媳妇花！也许是好人有好报，也或许是老天真的听到了他的求救，妻子竟然真的奇迹般醒了过来，终于把孩子生了下来。听到弟妹母子平安，王部长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瘫倒在地。原来继才梦见父亲吐血并不是做梦，就在刚刚，他的父亲因病住院，最终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如果是花再出现意外，王部长真的不知道如何向继才交代，最终继才也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此刻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只能无助地站在狂风暴雨中放声大哭。都过了冬天了，过了冬天了。台风过后，王部长来岛上看他，让他3期之前回去看看父亲。可王继才始终放心不下开山岛，他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他这么做。39年小鬼子在这岛上住过1夜，就登陆。我今天守这个岛，也是守卫祖国。此后，这一家3口就在岛上扎了根，他们为屋子涂上水泥加固，为了能让儿子吃上新鲜的蔬菜，夫妻俩用父亲带上来的泥土开垦出一片荒地。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们终于种出了蔬菜。每天的升旗仪式依旧是风雨无阻。小治国学会的第一首歌便是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转眼到了1995年，小治国到了上学的年纪，夫妻俩只能依依不舍地将儿子送回陆地上学。可由于太过不舍，王继才追到了海边，拿着望远镜希望能多看儿子一眼，结果一不小心被海浪拍入水中，差点丢了性命。然而才刚死里逃生，这天一场更大的危险却又找上了他。原来王继才经常举报那些海上的走私船，这才招来了走私犯的报复。见恶徒来势汹汹，王继才赶紧让妻子打电话报警，而他则捡起几块石头跟一众恶徒周旋。奈何恶徒人手众多，很快他就被打得满身是伤。危急时刻，世花拿出一把长枪开枪示警。王继才赶紧叮嘱妻子小心打到人，可恶徒听后反而更加猖獗，立马就上来夺枪。幸好危机之时，小豆子带着渔民及时出击，他们的到来成功为海警的营救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原来走私犯为了报复王继才，早就盯上了他的2个孩子。幸亏被前去看望孩子的小豆子发现，赶在恶徒前面及时带走了2个孩子，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可如果他再不下岛，孩子们就无法念书。王继才听后百感交集，为了儿女的未来，他第一次产生了动摇。于是他决定回去找王部长商量下岛的事。然而万万没想到，等他赶到后却得知王部长已经重病入院。看着已经说不出话的老大哥，王继才痛心疾首，原本准备好下岛的说辞反而变成了保证。我今天给你表个态度，只要组织信任我1天，我就1天不离他。这是王继才对老大哥最后的承诺，他不能让老大哥带着遗憾离开。他留下几颗自己在岛上种的果子，便匆匆离去。之后他准备去看看一双儿女，可在路过菜市场时，却无意间看到年小的女儿小宝正在努力地跟一群大妈争抢着分拣海螺。看到这一幕，这个一向坚强的男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止不住地溢出了眼眶。原来他的母亲因年迈无力，怕给孩子们添麻烦，早已回了老家。而小宝为了供弟弟上学，只能早早地选择了辍学打工。为了能让女儿继续上学，王继才打算让妻子回来陪伴孩子，不想女儿却说：“你怎么不说你们2个都过来呀？那个岛是县里的，怎么就非你们2个守啊？你有钱，你知道我弟上学花多少钱吗？你们以为就是交学费、吃饭、买书本，同学们吃雪糕，能不给他吃吗？前后桌的同学都有玩具，能不给他买吗？我还要给他买最好的变形金刚。”看着懂事的女儿，王继才的心里五味杂陈。小宝虽然嘴上埋怨着父亲，可当他在去往码头的公交车上看见满身伤痕的父亲，那疲惫不堪的模样时，却又忍不住的心疼。他明白父亲肩上的责任与重担，他不应该让父亲再为他们而担心。于是为了让父亲安心守岛，他大声地告诉父亲：“爸，小宝错了，回去跟妈说，我和弟弟要做暴风雨中的海燕，最勇敢的海燕。”看着小小年纪就既懂事又善解人意的女儿，王继才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从此以后，王继才夫妻俩32年如一日，继续坚守着开山岛。尽管岛外日新月异，生机盎然，但他们还是他们。不管寒风刺骨，开山岛上的国旗依旧每天照常升起。随着时间的流逝，王继才夫妻俩的青春年华也随之流走，他们的脸上也已悄悄爬满了皱纹。直到2014年除夕夜，他们一家子才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大团圆。儿子治国已经学业有成，女儿小宝也已经结婚有了孩子，还有平日里没少帮他们的包老大2夫妻以及他的2个妹妹都来陪他们过年。等他们都走了，老2口又端着饺子来到了几个坟头前，来给小豆子的父亲以及陪伴了他们无数个孤独岁月的狗子拜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每天的升旗仪式也不再是孤单的2个人，在他们的身后经常会有许多船只早早的等候，与他们一起完成升旗仪式。转眼到了2018年，王继才依旧像往常一样巡查，然而这一次他却永远的倒了下去。这一天，码头挤满了人，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但却都赶来为他送行。他将自己的一生全都献给了祖国。在王继才坚守的这32年里，他一共写下了189本日志，挥舞过368面国旗。他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家，
唯一亏欠的就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还有他不离不弃的妻子世花。